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04.04，收盘价是205.66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5.99，最低价是在197.85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12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3 倍，略有量增。KD 值快线上穿慢线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 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开始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长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这样的线型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作叫吊人线。吊人线的特征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小的实体在K 线的上方，没有上影线，即使有呢也是很小。那这根吊人线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跌相对低档的位置。那这说明这样的一根吊人线它是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，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并且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那这些信息都说明日后股价将会继续反弹。那只有日后股价跌破了这根吊人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98，那么股价才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1日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0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是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90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在197。实际在11月1日收盘价是在205.66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，虽然在点位上相接近，但是它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预测的反弹呢，收盘价是不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的，而实际的收盘价已经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那也就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反弹。那么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1月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22，这是前高。那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，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前高，然后目前股价处于一个反弹的一个位置，那下方是有194，所以股价现在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突破前高，站上222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。当然，在到达222之前，目前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1，它将是标志股价能否反弹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好，我们继续向上说。
站上222之后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36，它是一个强压力，是这个缺口的中线，然后继续向上，第三个目标就是257。那如果股价能够站上257呢，将会瓦解自10月11日以来的这个叫做空头趋势，好，将会转为多头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3个目标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下行，下行首先第一个目标就是前低是194，在跌破194之前，还有一个重要标志位，就是这根吊人线的最低198。也就是股价不跌破198，依然会向上反弹，只有跌破它才有可能会继续下行。对，所以在到达194之前，198将是一个重要的支撑，然后再向下，第二个目标是178。178如果被跌破，继续向下就是152。实际上，我们说股价只要反转下行，真正的目标就是152，因为目前股价所处的位置已经跌破了8月18日的这个低点，目前是上方有头低，下方有底低，所以只要反转向下，真正的目标是152，178只是一个支撑位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分析说明。我们再来看看11月2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点位。前一期视频我们给的点位是200，我们要关注的是203，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5日均线值，包括前高。对，那么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继续反弹的。对，好，那么实际也是在股价在开盘之后出现了一个下杀，然后是反转向上，一直在盘中是在203上方运行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11月2日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204，我们把这颗视频线上移。好，204也是在11月2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同样，如果股价能够在盘中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推高，会继续反弹。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。好，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给出一个标志位，就是198，我们把它也画出来。198并不是我们在盘中要关注的位置。我们画一条，变换一下颜色。我们找一个色差，对。我们要关注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股价日后只有跌破198才能够继续出现下行，否则在这个地方回档，很可能会继续向上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关注这2个位置的目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股价我们刚刚多次说过，收盘价站上前高，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然后成交量增，那股价会继续反弹。所以从技术上，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205.66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抢反弹，是5%进场抢反弹。那获利的目标位是在209到211之间，然后这个抢反弹的仓位的止损位是
198，就是这根吊人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目前在11月2日开盘之后，一定还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，那一直到211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入，他们的目标就是198和194。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呢，目前看是从214一直到上方的222，这是它要守的2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2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07到208之间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11，是前高，这根 K 线的最高重要标志位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14，是这根叫做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，那它也是一个重要标志，214也是强压力。然后第四个压力位就是222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02到204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前低198，第三个支撑是194。那下方第四个支撑我们给出的是17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要给出2个方向，都是带有条件的。第一个可能的向上的方向，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。因为目前股价虽然是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，但是这是一个很微弱的一个量增。那如果股价要继续反弹，一定要有一个相对更大的成交量。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出现反弹，一定是一个补量的反弹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4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1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0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20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补量的反弹。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还认为股价有可能出现反转向下。如果出现反转向下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9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7附近。那我们预测的这个反转向下呢，它将会跌破这个198的重要标志。好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20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那如果股价既不出现补量反弹，也不出现反转向下，我们认为它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02，
最高上方会到达208，然后收盘收在20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